马老二，你干嘛去啊？他人到底是怎么了？喝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发了癔症。需准备1碗清水、2盏烛台、3炷清香。没一会儿，马夫人就凑齐了所有道具。时间紧急，老胡立刻做法驱邪。只见他一口水喷在马老二脸上，然后将碗里的清水慢慢灌下去。看马老二脸色恢复正常，老胡迅速手掐火苗，默念道家驱邪神咒。火焰炸裂的瞬间，马老二诡异地吐出黑血。这下他终于恢复正常。老胡追着妖怪连跑2里地，误打误撞来到一座大染坊。妖怪躲在暗中嘎嘎怪笑，操控布匹对他发动连环攻击。大战7749回合之后，妖怪果断扭头逃跑。见状，老胡连忙布置八卦阵，将他牢牢困住。可妖怪实在太狡猾，趁老胡放大之前，赶紧以250迈速度逃走。看着头顶血吃呼啦的月亮，老胡直觉肯定有大事发生。与此同时，大钢牙在街上巡逻。他走到城门口，忽然有滩不明液体砸在脸上。哎呀，是谁他娘的在城墙上尿尿？又死一个，又死一个！老王，又死一个！小镇最近出现连环杀人案，为尽快抓到凶手，上级领导专门派牛人协助调查。女神探来警局报道，谁料居然没有一个人搭理她。无奈小林只好联系省城的吴厅长证明身份。挂完电话，唐局长仿佛换个人似的，笑眯眯地求小林原谅。趁热打铁，小林要求验尸寻找线索。死者颈部有2道勒痕，但只有1道是致命伤。死者舌头伸出，按照常理来说，人在被勒死时，绳索应该在喉结的下方。可是从照片来看，绳索却是在喉结的上方，而且尸体身上的伤痕全是皮外伤，并不致命。小林猜测凶手应该是故意制造假象，让人误以为是妖怪所为。唐局长让人拖住小林，自己则偷偷来找老胡帮忙。凶手是不是妖怪无所谓，他只关心自己的官帽能不能保住。他让老胡一定要想办法把小林赶走，到时候再把案子全推到猫妖头上。听说有希望解决编制问题，老胡麻溜地来到警察局办事儿。刚进门，他就拿来受害者资料。老规矩，生姜、香油、白醋、藏书、皂角、艾草。又要是人说话呀？小林还以为老胡是饿了想吃饭，可是等他们到了太平间，差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下巴。你知道怎么让死人说话吗？男人在人中轻点2滴香油，然后把姜片放进嘴里，仔细看过尸体身上的抓痕，又凑到指甲缝闻起来。老胡，你闻着啥了？话音刚落，一道诡异的白烟缓缓飘出警察局，很快消失在天香院内。老胡假装上门找乐子，带着女扮男装的小林偷偷寻找线索。唐局长拿出死者照片，问老鸨昨天有没有见过他。怎么了这是？死了！昨天晚上发生的。也就只见过春红姑娘。看着2条溜光水滑的大长腿，唐局长嗓子都快冒烟了。盘问过程中，老胡死死盯着春红的表情。据春红回忆，死者那天喝得7荤8素，除了他只跟倒茶的服务员接触过。走。服务员心里有鬼，他见老胡追出来，立马迈开42码的大脚跑路。可惜刚跑没多远，就被不讲武德的唐局长暗中偷袭。下一秒，弱鸡唐局长就被呼到了楼下的水缸里。服务员哭哧哭哧跳下楼，找到巷子里藏的自行车继续逃命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老胡居然能凭他现场残留的血迹施展茅山法术特制导航功能。这一幕是不是看着挺熟悉？提问：英叔在哪部电影施展过伏击追踪？答案快打在评论区里。根据地图显示，老胡发现服务员去的地方竟然是算卦大师老冯家。话说服务员刚进门就被老冯杀人灭口。当老胡找上门时，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，线索再次中断。第2天，老胡看着死者的信息若有所思，忽然他读懂了凶手的杀人思路。是地图。第1具尸体是在西郊的野地里，第2具在东郊山口，第3具在南城街口，第4具在城北的林地，剩下的2具分别是城墙上的吊死鬼跟河底下的漂子。联系起6个方位，老胡猜测凶手正在搞某种祭祀。就在这时，警探八字胡跑进来汇报调查信息。他查到服务员死的那所宅子刚刚被徐老爷买了下来，眼瞅着终于有了调查的方向。可狡猾地徐老爷拐弯抹角地告诉他们什么叫人生险恶。查案无果，老胡申请搜查徐家，不料怂包唐局长害怕得罪对方，坚决反对上门搜查。老胡回到道观，他隐隐感觉徐家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看他灰心丧气不开心，小林整来一瓶82年的可乐。老胡师傅喝醉后，忽然提到一条关键信息：10年前，徐家五鬼运财之事，自然是查不到喽。原来雁城只有4大家族，仅仅1年时间，徐老爷就从小商人变成雁城首富。相传徐老爷找到一位民间术士，付出30年寿命，用邪术发家致富。眼瞅着徐老爷大限将至，肯定会想办法破解运财。与此同时，徐老爷和术士偷偷碰面，只剩下最后一个了。
你见过给死人写信的吗？客官，是写书信呢，还是算命？我想写一封帖文，是写给何人？燕城最近多了6起命案，是写给那6位事主。算命先生亚麻呆住了，原来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得知老胡的身份后，他连忙借口回屋取东西，心虚的偷偷溜走。算命先生前脚刚离开，黑猫就悄没声的跑出来，对着老胡龇牙咧嘴。眨眼功夫，3人陷入幻境。这时老胡隐隐约约听到一阵乐器声，天下乐器，唢呐为王，不是升仙就是白桃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2对阴魂就冒了出来。你知道红白撞煞在英叔哪部电影出现过吗？快把答案留在评论区里。老胡让大家闭紧双眼，静等鬼魂通过。不出意外，老胡被装进花轿当中，大钢牙进入死气沉沉的棺材。老胡，救我啊！不是人，是声音，别去听唢呐的声音。接着老胡使出道加法咒，砰的一声从花轿顶钻了出来。等幻境消失，他忽然发现小林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当堂局长听到这个坏消息，瞬间魂都飞了。好家伙，自己今年怕不是命犯太岁，小林可是省长家的闺女。另一边，小林躺在棺材里呼呼大睡。术士老冯打算用它帮徐老爷续30年寿命。当师傅得知小林失踪，立刻开坛做法，用孔明灯寻找小林踪迹。英叔知识小课堂，知道这一场景出自哪部电影的小伙伴，快把答案留在评论区里。师傅强行施展法术，很快身体就遭到反噬。快，跟着孔明灯，一定能救出我干女儿！尽管老胡知道师傅命不久矣，但是为了完成他的遗愿，只能狠心带着大钢牙前往徐家救人。他们不费吹灰之力进入祠堂，老胡发现香炉刚刚点燃，立刻寻找机关密室，掠过壁画牌匾，他们很快就找到目的地。此时老冯正用八卦棺材阵施展邪术，见状老冯连忙召唤出黑猫护法。别看黑猫之前咋咋呼呼的，在老胡的主角光环面前毛用都没有。收拾完他，老胡又抓住老冯暴揍一顿，保管他亲妈靠近都认不出来。而罪魁祸首徐老爷则被大钢牙一举擒获。这下连环杀人案终于水落石出。影片结束，《阴阳打更人》上映于2022年1月19日。影片由彭于斯、杜旭东、汪晴、陈玉勇等主演。该片在豆瓣评分为4.9分。熟悉老港片的人会发现，片中许多画面都与英叔电影高度相符，譬如《僵尸道长》中的伏击追踪，《新僵尸先生》中的伏击撞煞等。虽然这些有导演致敬的原因在内，可是大量的拼凑痕迹却令观众无法接受。致敬与抄袭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。我来提一嘴，老胡晚上去打更，碰到老二鬼附身，施展法术来驱邪，妖魔鬼怪全部滚。横批：阴阳打更人真好看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